做焊接实在太麻烦了啊，改图哪怕改一点儿都要大动干戈的改图一大片啊，还不能打包，还老丢那个 STP 文件。这可能是很多大量使用这个焊件显卡哈，它这个用户的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啊。那么我们这节课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大量使用焊件的那个用户啊。这个实体清单呢，是我们 SWTTO 系统中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工具啊，因为只有这个工具它是横跨了零件、装配、工程图3个环境的工具，也是唯一一个支持零件下多选批处理的命令啊。在讲之前，我要给你先明确几个词。我发现很多人这个概念很混乱哈，所以说我要这会儿要把这几个词重新给你明确一下。什么叫多实体？当我这个设计树下有这个实体文件夹存在的时候，它就叫做多实体。什么叫焊接多？点一下这个焊件选项卡，点一下这个焊件这两个字儿，然后呢，你发现在设计树下多出来一个焊件特征，并且上面的实体文件夹没了，变成一个切割清单这么个文件夹。那么现在它叫焊接多实体。你要明确一个事儿哈，我们实体清单针对的是焊接多实体，因为只有焊接多实体它才具备独立的切割清单，才具备属性值，才具备统计价值。多实体咱说是没有什么操作价值的啊。然后什么叫切割清单项目名？这叫切割清单项目名。看到的是切割清单这个文件夹下边这个切割清单项目，项目1，这就叫做切割清单项目名啊。那么切割清单属性和零件属性，你右键点它属性，这里边这个叫做切割清单属性。切割清单属性和零件属性是两回事儿，这叫做零件属性啊。什么是零件图纸？我现在把这个焊件这个特征我删掉它又回到这个多实体这个状态了，是吧？那么我创建30图，你注意我这儿选择的是怎么选的哈？多实体批量我是选的是它，然后呢，我把这个勾上，创建一个30图。你看到这个我是这么创建的，创建完了之后，你看到这个工程图出来了，结束了，就是这个零件的30图。那么我现在把它转换成焊件了，又回到焊件了，我做一模一样的完全没区别的操作，我还这么搞，创建30图，它已经变成焊件多实体了，是吧？我现在做的是3张图，注意是3张图哈。第一张图这和刚才那个零件图没有什么区别哈，但它里边多了一个切割清单表格啊。第二张图看下边啊，看这个位置啊，这是实体图纸。你注意到这里边没有那个方是吧？它只代表那个圆的实体的30图。第3个，这是个方是吧？这个方的多实体图纸。我们回到零件，你注意一下，我这个零件里边有几个实体？1、2、3个图纸。按说我应该出来几个？我这3个实体，我只有一个零件图和2个实体图纸，因为这2个圆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只出了2张实体图纸。看到了哈？那你现在明不明白什么叫做零件图纸和实体图纸了啊？零件图纸、实体图纸，我这跟你说完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切割清单注解。是在零件下，这个叫做切割清单表格啊。我这个为什么这么老长？你可以自定义修改这个模板去啊。最后一个 STP， 当我做零件的 STP 的时候，我是这样输出的。零件的 STP 我用数模输出导出，这是零件的 STP， 包括这3个实体。那么我要做实体的 STP 是什么东西？实体清单，然后我直接按这个实体导出 STP， 导出你注意它是按照实体给我一个一个打开的，打开完了之后，这是零件的 STP， 这是零件下圆的 STP， 这是零件下方的 STP。这是圆是吧？圆方啊，我已经改过了这2个切割清单项目名了，是吧？你对切割清单的任何修改，你都要做这个实体清单中的切割清单格式化啊。它提示我们这个应该需要这个 TTO 标准格式啊，你要把它改成 CNV 格式，做一下这个自动更名、智能更名，然后把这个零件工程图现在给它改成我们的 CNV 标准格式了，然后我们再用实体清单切割清单格式化。发现这个切割清单格式化给我们添加了很多必须的属性，你注意这里边的代号哈，实体的代号和零件的代号是不一样的。零件的代号是什么？零件的代号到这儿，实体的代号就把这个切割清单项目名也加到里边去了。我们重做这个实体导出哈，然后我要看这个实体清单第一个我要说的命令哈，清除冗余的实体 STP。你注意这边哈，注意这2个旧的东西，清除冗余，我把它已经做过的实体给删掉了。这个删掉的目的是什么？
我这个零件太简单了啊，只有这么2种实体。但你在做焊件的时候，通常来讲呢，这切割清单下边按说应该有一大堆一大片那个实体的是吧？你能一个个查出来费劲着呢。那么我们这个清除冗余就是专门干这个事儿的，就是只要你这个实体在我这张表里边查不出来，那么我们就直接给你删掉。这是命令干嘛的？这命令是用来服务于我们 Prod 系统的第2重网络文件 Prod 扫描的。那这个命令为什么不删这个零件3呢？因为这个零件3里边没有加号，我们只删这种带加号的。那我们刚才那个工程图还能不能用了？我告诉你啊，工程图已经不能用了啊，就是一个工程图里边像这个注解只有2条，只有这么点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切割清单有变化了，只要切割清单有变化，这个切割清单项目名就你要复制成当前的切割清单项目名，比如说它叫方是吧？我把这方复制一下，然后呢粘贴一下。然后再用什么呢？再用实体清单里边的切割清单注解更新。这个更新的大前提是你这个图纸的名要跟当前的切割清单项目名同名。我更新完了之后，你看一眼哈，这里边左边这个又给你加了一个切割清单注解。这个切割清单注解，你看把刚才的那些新加的信息都整进去了是吧？下边呢，名字也给你放进去了啊。我刚才说我们这个实体清单呢是支持零件下多选的。这个切割清单项目名啊，我是可以选择导出的。我这个圆我先删掉它，方也删了吧。但是我需要现在更新这个圆，这个圆的话半径我要改了，把它改成50。那我之前给的那个 STP 是已经不合理了，所以说我需要更新这个 STP。那么我是可以在这那个零件下单选切割清单项目名，然后去用实体清单实体导出。我只更新这么一个实体啊。这回这已经变成50的 STP 了。我希望你明白哈，我在我这个示例里边非常简单啊，就这么俩模型。当你做大型钢架的时候啊，你这里边的那个切割清单其实是一大堆的情况下，那么你需要更新哪个实体，那么你就单选这切割清单或者多选啊，这2个多选实体清单导出一样的。除了这个多选以外的话，我们还支持另一种多选哈，就是在 Prod 系统里边，我们有个 SW 选中是吧？它是可以通过表格来选择零件的，是吧？我们这个实体清单，当我在装配下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支持这么选中部件哈，选中部件，但是它是装配命令，在零件下它是没有作用的，不起作用哈。但是我们在零件多出来一个选中实体，看到啊？零件命令选中实体右键啊，虽然我框了这么多但是它其实只有2个切割清单项目名。我把这2个切割清单重新看一遍，把它俩这么着选中实体，我是可以把这个切割清单选中的。选中了之后可以干嘛？可以给材料，对吧？我可以给那个比如说1010啊材料，这个零件这个材料，你现在先看这个哈，我这是材料位指定是吧？我下边这也是材质位指定啊，它是圆的切割清单材质位指定，上边是方的材质那个 material 它的材质位指定。那么我重新读取一下，看到哈，圆1060合金，方1060合金。我这个选中的设计原理和那个 Prod 的那个 SW 选中这是一样的啊，因为 Prod 选中，你假如不用我们的操作的话，你是需要把切割清单项目名一个一个全都给它展开，然后一个一个选啊，明白吗？这就很麻烦。当你很多的时候很费事儿啊，我们这个可以给你简化这个操作哈。另外的话，我们这个除了这个给材料以外的话，我还可以做其他的操作呀。其他的像这个 SW 自带的，比如说可以孤立它啊，然后还可以这个单独显示什么的哈。最后一个主菜单命令哈，这个属性写入，这个属性写入在零件下也写一下吧哈。供应链。然后呢，我要给什么呢？给个值是北京蓝月啊。我现在这是干嘛呢？我写了这么2条，我要给这个圆这个焊切切割清单和方这个焊切切割清单各写入这个供应链属性啊，属性值是北京蓝月。然后我属性写入，你看到这2个切割清单，2个切割清单下边都有这个供应链了哈。看一个供应链，2个供应链，在零件下呀，其实你这个用这个属性写入，再说也可以吧，但是说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东西是支持装配使用的啊。当我在装配下使用的时候，你在做这个属性写入的时候，刚才你记着，我刚才是只填了2条是吧？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把它，这是也可以属性移除啊，你不要这个属性了。那么上面只剩下那个圆里边有这个属性。如果要是我在装配下，我刚才写供应链，然后呢把它添加一个。
假如在装配下我还这么搞的话，那么我这个处理的可就不仅仅是这么2个切割清单了。我在装配下如果添上这么个属性名、属性值的话，那么我会批处理应用到整个装配下所有焊接零件它的所有的切割清单项目名上。假如说我还要再进一步去指定的话，在装配下我说的是在装配下，我把这个方填进去，那么我这个东西会应用到装配下所有部件的这个切割清单项目名叫做方的所有零部件的属性值当中去哈。你除非在装配下，除非我能够把这个路径填进去，这才是仅针对这个装配下的一个零件的一个切割清单的属性值的添加，明白吗？这是个多层级的属性写入的批处理。那我写这个属性有啥用啊？写这个用处在于我们创建3视图中的切割清单注解啊。看一眼这个切割清单注解，我是不是把这个供应链写进去了啊？我们写这个属性切割清单的属性最主要的目的都在这儿的都在这儿啊。我在这儿跟你磨磨唧唧的讲这个切割清单属性可能有人是嗤之以鼻的态度，还有啥用呀？我从来没写过这玩意儿那我跟你说2个点